根据大会的安排，让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1928年10月份出生于长沙，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的省立一中。47年夏天我在上海考取了清华大学以后呢，到清华念电机系。1947年我到学校了以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我好像第一次是参加鱼子山事件的这个示威游行吧。48年我冬天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49年入党，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到了东北工业部。因为我在清华担任学生会的主席，到东北的这个学生啊是我率领去的，最后我分配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的副主任。1952年到了国家纪委，国家纪委还没有挂牌子吧，我是管电。1954年我就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的工作，后来我担任当时的国家纪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张喜同志的秘书，兼任了这个国家纪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的综合处的负责人。这就到了1957年了，赶上了这个反右派大鸣大放。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都要求说，你是党组的这个最高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这个局里面也无非是讲了3分钟，出言不慎，到58年1月份就把我划为右派了。因此呢，我除了撤销处长的职务，降了2级，开除党籍，但是我还是继续留在国家纪委工作。在开始的1-2年，我是担任纪委的领导干部的这个业余教员，教他们数理化。后来又恢复我的工作了，就在国家纪委的综合局工业处工作。文化大革命，我在农场劳动了5年，我什么都会干了，种个小麦，种个棉花，种个大米，放个牛，放个羊，养个猪，当个炊事员，什么都干过。到现在呢，这个还腰肌劳损。到75年以后呢，我就回到了北京，把我的工作呢分配到石油部的管道局，在南方担任新组建的一个电力通讯公司的副主任工程师，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徒工的思想教育都是我一个人，尽管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到78年呢，马洪同志让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的主任。不久，就是在11届3中全会的前夕了，改正了我的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袁宝华同志就让我回到了国家经委，开始还是当电力处长，后来担任综合局的副局长。1982年开始担任委员兼技术改造局的局长，1983年担任了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我也记不得是今年年初还是什么时候就把我的职务给免掉了，就到上海来了。这就是我简单的这个经历。第二个问题，同志们要求我说政绩，在我这个30多年呢工作的期间，尽管在57年遭受到很大的挫折，但是对工作方面，这个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觉得不错的。我想我自己的一个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觉得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我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任何兄弟姊妹。我是47年找到了党，党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讲什么话我都没有顾忌。我觉得只要我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得到什么后果我是不计较的。即使错误的处理了我，但是11届3中全会还是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自我评价，我觉得我不是这个作为上海市长的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的缺点。我讲3条。第一条，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我25年在国家纪委，10年是在国家经委，既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什么县区的这个领导。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这个我也不是从农村这个基层上来的，所以对这个人民的疾苦很多知识都很缺乏，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弱点。今后恐怕在这些方面还要犯一些决策的错误。第二，我只有中央机关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一直是在
住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以后，我确实是这3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我1年之内这个头发全部变白，我已经感到这种威胁了。第三，我性情很急躁，这个缺乏一种领导者的才能和他的品质，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的干部要求过急，批评的过严。当然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要改正。但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不是那么很容易的改掉我的缺点，但是我一定要很好的改正自己的缺点了。第四，施政纲领，我觉得啊，现在上海最重要的还是要扎扎实实的去落实，要说到要做到。上海的振兴上海不能提倡短期行为，这个我们最终要吃亏。如果我当选市长的话，第一条，我决心使下一届政府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这是我的决心。首先从小事情做起，一定要坚决地刹住吃喝风和受礼风。这不但是一个节约，而且是树立我们一个勤俭建国的风气。江泽民同志提倡的这个4菜1汤在北京都出名了，国宴已经是这样做了，但是在我们上海有时候还附加了很多名目，8个碟子那是冷盘，那不算菜，后面一个大火锅那也算汤，再来是10个点心盘子那也不算菜，这个还是搞得很浪费。这个4菜1汤一这样的不得了。所以我想先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1菜1汤，要成为成为一个廉洁的政府啊，我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送礼。今后我们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这是一个象征。那意思以后就是说不要搞这种送礼啊，这个发东西啊这种风气，是吧？能够节省很多钱。最近我们成立了一个时事公司，时事公司最近就要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一直告诉提醒周弼同志啊，我说你们记者招待会，一个是不要发包，不要送礼，也不要搞什么冷餐会，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无非是请大家来把意思讲清楚就完了吗？谁非要到这里来吃他一顿呢？没有这个必要嘛。我想这个风气完全是可以改变的。首先从我们市政府开始带头，然后希望区县政府也都这样做。当然要使这个政府成为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下放权力。我过去说了一句话，就是像上海这样1200万人口的城市啊，靠一个市长几个副市长是干不好的。全世界这样的城市也不多啊，过去是排第4，现在是排第几我也搞不清楚了，反正是吧？这个恐怕现在是排第3，我记得好像是排第3。最近参考消息上有一个上海啊，在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那是不好管的，是吧？说我希望这12个区长就要成为12个市长，啊，这样的话上海的工作能够做好。你10个县长也要担负起你的责任，当然曾明同志报告里也讲了，还是要保持政令的统一，不能各行其事。那13个市长说了都算的话，那就乱套了，是不是啊？你那12个市长还得听那个市长的，还得听这个大市长，不然的话就乱套。但是就是说你自己应该作为发挥自己的主人翁的感觉啊，这个责任呢，来把这个工作做好。市政府呢也有决心，市委啊和市政府有决心要实现这一点，下放权力。而我们的市府的各个委办也应该转变自己的职能，转变自己的职能，就是你多把精力放在那个宏观管理和实时监督方面，能够让这个区政府、县政府办的事情，你尽可能让他们去办，他们办得更好。市长正式候选人朱镕基说：“根据大会的安排，让我做一个自我介绍。也许我要超过大会规定的时间，因为我想我要是不讲的话，也过不了这个关。一会儿还得提问题，
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第一，简历。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经历比较简单。我是1928年10月份出生于长沙，中学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的省立一中，然后是在上海来考大学的。47年夏天我在上海，这个考取了清华大学以后呢，我是到清华念电机系。1947年我到学校了以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这个我好像第一次是参加鱼子山事件的这个示威游行吧。48年我冬天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49年入党。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我到了东北工业部。因为我在清华担任学生会的主席，所以呢，到东北的这个学生啊，是我率领去的。最后我分配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的副主任。当时的计划处长先是柴树凡同志，后是袁宝华同志。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以后，我随当时的马洪同志、安志文同志、这个于建廷同志等等，到了国家纪委。这是1952年11月，国家纪委还没有挂牌子吧，我们就已经到了国家纪委。一开始在国家纪委我是管电，1954年我就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的工作。后来我担任当时的国家纪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张喜同志的秘书。由于后来张喜同志得到癌症，到苏联去治疗，我同时就兼任了这个国家纪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的综合处的负责人。这就到了1957年了，赶上了这个反右派大鸣大放。我这个一到这个机械局不久啊，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都要求说你是党组的这个最高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这个局里面，也无非是讲了3分钟，出言不慎，因此到10月份的时候，就告诉我，原来在10月份以前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58年1月份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还是处理还是非常宽的，因为我想国家纪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其他。因此呢，我除了这个撤销处长的职务，降了2级，开除党籍，但是我还是继续留在国家纪委工作。在开始的1-2年，我是担任这个纪委的一些老干部啊、领导干部的这个业余教员，教他们数理化。后来又恢复我的工作了，就在国家纪委的综合局工业处工作。我还是非常感谢国家纪委的党组织对我的关怀，这个始终没有下放，因此这个还是能够使我有为党继续工作的这个机会。文化大革命到后期
就是跟纪委的几乎是全体干部吧，只留了那么几十个人一个办事组，其他都通通下放到农场劳动了。我在农场劳动了5年，这个5年对我是极大的这个教育，使我对中国的农村这个，尽管我们是一个集体农场，还是国家纪委的干部，但是终究还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啊，这5年啊，我什么都会干了，种个小麦，种个棉花，种个大米，放个牛，放个羊，养个猪，当个炊事员，什么都干过。到现在呢，这个还腰肌劳损，就是。到75年以后呢，我就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纪委，但是把我的工作呢分配到石油部的管道局，在南方，让我担任这个新组建的一个电力通讯公司的副主任工程师。我就带领了一支徒工的队伍，从这个爬电线杆子开始培训。因为这个石油管道的原线呢是要有这个输电线路、高压输电线路和变电站。我是带了一帮徒工啊，一直从徒工培训到现在能够安装，不是现在了，就是我在的那个时候能够安装22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的变电站。这一段呢，就是有2年多一点，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从设计到施工，一直到这个徒工的思想教育都是我一个人。尽管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工作、教育工作也是我负责就是了。到78年呢，这个马洪同志让我到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的主任。不久就是在11届3中全会的前夕了，这个就改正了我的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这个时候啊，袁宝华同志是担任国家经委的这个，当时康世恩同志主任呢，袁宝华同志是党组副书记，就让我回到了国家经委，因为国家经委实际上是国家纪委分出去的。我开始还是当电力处长，后来担任综合局的副局长。1982年新的经委成立以后，我开始担任委员兼技术改造局的局长。1983年担任了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我也记不得是今年年初还是什么时候就把我的职务给免掉了，就到上海来了。这就是我简单的这个经历。第二个问题，同志们要求我说政绩，这个是难以启齿啊。什么叫政绩啊？不好说啊。这个当然，在我这个30多年呢工作的期间，尽管在57年遭受到很大的挫折，但是对工作方面，这个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觉得不错的。我想我自己的一个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觉得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我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任何兄弟姊妹，所以我是47年找到了党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是全心全意的把党当作我的母亲，所以我讲什么话我都没有顾忌，我觉得只要我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得到什么后果我是不计较的。
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但是11届3中全会还是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焕发了我的政治的青春吧。所以我总相信总是要得到正确的，我还是相信我们的党总是要得正确的处理的。如果说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吧，或者说我力求是这么做的。自我评价，我觉得我不是这个作为上海市长的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的缺点，这个我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几个前任，特别是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我讲3条，第一条，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我刚才讲了，我25年在国家纪委，基本上吧，还包括别的部门很短的时间，10年是在国家经委。这个基层工作经验是刚才讲的，在管道局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既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什么县区的这个领导。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这个我也不是从农村这个基层上来的，所以对这个人民的疾苦很多知识都很缺乏，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弱点。今后恐怕在这些方面还要犯一些决策的错误。第二，我只有中央机关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是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以后，我确实是这3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我1年之内这个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到这种威胁了。这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所以曾明同志经常讲他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体会了，我现在确实体会了。第三，我性情很急躁，这个缺乏一种领导者的才能和他的品质，这个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的干部要求过急，批评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曾明同志很好的学习。这个我跟你差不多。这一点我跟荣基同志差不多，我们2个人有共同的性。那你比我好得多了。我2个人都没有坏性，就是可真心话，就是讲话。上海人讲气象那个，有一个讲气象那个。希望领导要求要一个一也这个宋平同志我来的时候跟我谈话了，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都是语重心长啊。说到我的这个缺点上面，就是说，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就批评了同志们以后，他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你是对他的关心。我确实是缺少这样一种领导者的品质，当然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要改正。但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不是那么很容易的改掉我的缺点，但是我一定要很好的改正自己的缺点了。第4，施政纲领，这个问题最难讲了。这个施政纲领嘛，曾明同志在他那个工作报告里面是已经做了非常明确的一个阐明啊，这个要求啊非常明确了。我的任务
就是创造性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去实现这个任务，所以就不可能再讲出更多的东西。如果说你要把它具体化，那也应该等到将来全部的市政府的班子当选以后，再来认真的讨论，来研究这些具体的实施的步骤了。所以现在我一个人来讲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很难。但是好像要是不讲一点呢，又过不了关。所以呢，我就讲一讲个人的意见。我也没有跟泽民同志商量，我就是昨天晚上通知我以后，我昨天晚上呢加了一个夜班呢，想了一下这个问题，讲一讲个人的意见。这个我向同志们声明，可以不算数的啊。因为这没有经过市政府的讨论，也没有经过市委的讨论，我讲了以后是可以不算数的。但是呢，我是力求去实现它就是了。我觉得现在上海最重要的还是要扎扎实实的去落实，要说到要做到，而不是再提出很多的这个纲领，很多的要求，已经够了。这个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是吧？现在是要扎扎实实的去做。期望的过高容易失望，失望以后这个士气再也鼓不起来了。因为期望过高往往是难以做到的，不能不考虑当前的一些客观条件，很难一下子做到。所以同志们呢，最近看到一些简报，确实是期望高了一点。这个我们晚上确实是睡不着觉，我这个多少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感到自己的责任的重大。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呢，就是说上海的振兴上海不能提倡短期行为，不能提倡短期行为，这个我们最终要吃亏，要吃亏的，还是要有个长远的打算。所以我觉得泽民同志的报告里面提出那个目标是实事求是的，我们是有可能实现或者提前来实现的，太高了做不到。下面我就得讲那么几条了。首先声明我只来了3个月，3个月是我既不是诸葛亮，也出不了隆中对，因为这个文汇报里面那个社论有个要求，就是说竞选的市长既要讲过5关斩6将，又要讲走麦城，还要讲隆中对。3个月我出不了隆中对如果我当选市长的话，第一条，我决心使下一届政府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这是我的决心。首先从小事情做起，一定要坚决地刹住吃喝风和受理风。这不但是一个节约，而且是树立我们一个勤俭建国的风气。江泽民同志提倡的这个4菜1汤在北京都出名了，国宴已经是这样做了，但是在我们上海有时候还附加了很多名目，8个碟子那是冷盘，那不算菜，后面一个大火锅那也算汤，再来是10个点心盘子那也不算菜，这个还是搞得很浪费。这个4菜1汤一这样的不得了。所以我想先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1菜1汤。要成为成为一个廉洁的政府我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送礼。今后我们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
这是一个象征，那意思以后就是说不要搞这种送礼啊，这个发东西啊这种风气，是吧？能够节省很多钱。最近我们成立了一个食事公司，食事公司最近就要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一直告诉提醒周弼同志啊，我说你们记者招待会，一个是不要发包，不要送礼，也不要搞什么冷餐会，是吧？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无非是请大家来把意思讲清楚就完了吗？谁非要到这里来吃他一顿呢？没有这个必要嘛。我想这个风气完全是可以改变的。首先从我们市政府开始带头，然后希望区县政府也都这样做。当然，要使这个政府成为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下放权力。这在周明同志报告里面也讲了。我过去说了一句话，就是像上海这样1200万人口的城市啊，靠一个市长、几个副市长是干不好的。全世界这样的城市也不多啊，过去是排第4，现在是排第几我也搞不清楚了，反正是吧？这个恐怕现在是排第3，我记得好像是排第3。最近参考消息上有一个上海啊，在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那是不好管的，是吧？说我希望这12个区长就要成为12个市长，这样的话上海的工作能够做好，你10个县长也要担负起你的责任，当然周明同志报告里也讲了，还是要保持政令的统一，不能各行其事。那13个市长说了都算的话，那就乱套了，是不是？你那12个市长还得听那个市长的，还得听这个大市长，不然的话就乱套。但是就是说你自己应该作为发挥自己的主人翁的感觉这个责任呢，来把这个工作做好。市政府呢也有决心，市委和市政府有决心要实现这一点，下放权力。而我们的市府的各个委办也应该转变自己的职能，转变自己的职能，就是你多把精力放在那个宏观管理和实时监督方面，能够让这个区政府、县政府办的事情，你尽可能让他们去办，他们办得更好。